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最主要会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自己最近的一个困扰，就是我发现到我在使用的 Claude 呢，它好像变笨了，然后整个使用体验呢非常的糟糕。实际上也不只是我这么讲，就是你可以看到在 social media 上也有很多人在抱怨同样的事情。然后 Claude 呢，其实也有做了很多官方的一些公布，对于现在这个整个情况。那我自己看到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因为一个产品它变得非常的成功，然后因为很多人都想要去使用它，对于一个产品的需求突然暴涨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准备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如何去平衡成长，跟你现在有的一些资源，跟用户体验。这三件事情你都必须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其实从这次的事件当中就可以看到，其实 Claude 也是没有准备好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所以他们的应对措施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所以今天主要会跟大家分享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还有我的一些体验的一些心得，还有我自己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看法。那在开始我们正式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聊的是，我上个星期陪我太太到新加坡去看了汪苏泷的演唱会，然后我应该有差不多8到9年是没有看过演唱会的，而且之前在看演唱会的时候都是属于年轻的一个学生的一个状态，所以当出来工作之后，当整个生活习惯都变得比较稳定之后呢，又回到去看演唱会的这个节奏，就让我感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同时间也看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看过的角度。我觉得整个体验当中最让我震惊的一个东西，就是原来一个演唱会它背后带来的这个经济效应是如此的庞大。我以前只看到的东西是，诶，这个明星如果他很红的话呢，那他的票就会很难买嘛，然后他的票就会有很多黄牛去炒嘛，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经济体大概是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但我其实忽略了很多其他一些背后的部分是我没有想过的。那比如说这次的王苏泷，因为他的粉丝大部分是中国人嘛，所以就会有很多中国人特地来到新加坡去看这样子的一个演唱会，或者像我们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去看演唱会。所以呢，它其实带来的那个旅游的那个效益也会是非常大，不管是对于住宿，对于旅游景点，对于当地的餐厅，其实都会有影响。然后再来呢，是这些粉丝其实私底下也有很多样的一些活动进行，比如说他们会去有这样子的一些交流会啊，或者粉丝跟粉丝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交换物料的活动啊，或者是可能官方出的周边产品呢，这里如果你不想排队，你也可以请人去帮你买，或者是有人去帮你排队，或者是有一些人组织起来做某些事情。所以这个背后呢，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从来我没有想过的。甚至我有看到一个更加有趣的事情是，很多女生会因为王苏泷特别打扮的非常的漂亮，特别打扮的非常的精致，然后他们可能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化妆，然后甚至是有人在现场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化妆服务，可能之前就已经讲好了，就是在现场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变成化妆师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收入，就是能够让化妆师在现场呢，可能让大家满足大家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然后把他们画得漂漂亮亮的，让他们可以去见他们的偶像。我就发现到，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明星呢，他背后带来了庞大的一个需求，就是很多的粉丝呢，他们有很多额外的一些需求没有被满足，甚至可能可以发展成很多你没有想过的一些商业模式。所以这一些都是让我在现场体验的时候，除了在看演唱会很享受，然后看到很多粉丝很疯狂之外呢，同时间我也感受到了，原来这个的后面呢有这么多的一些经济活动正在运行着，这是让我自己大开眼界的一个礼拜。那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最主要的东西是我最近感觉到 Claude 变笨了。然后很多人都有反映，就是最近呢，在使用 Claude 可能只用了几个问题，甚至有人只问了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完呢，就把他当天的所有的 token 的 limit 呢都给用完了，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体验，不断的在重演，不断的在发生，所以就让我想起之前 Gemini 的感觉，就是当 Gemini 开始一下子因为这个产品变得非常的爆火之后呢，所有人的使用的 limit 都开始有所限制，同时间可以感觉到 AI 真的是变笨了，因为可以感觉到它的思考时间变少了。所以呢，这次也带给我同样的一个感受。那我自己其实看到两个事情是，首先第一个东西就是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是从 ChatGPT 或者是从 Gemini 他们跳来 Claude 去使用的，所以这个也导致 Claude 一下子有非常多的用户不断的在增加，甚至其实也有看到一个现象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是他们要注册 account 的时候注册不到，他们去做电话号码的验证的时候无法通过，所以在注册方面似乎也遇到一些 bug，然后似乎官方也没有这么急着
着的想要去修复这个东西，可能他会觉得他们的这整个需求已经超过了他们原本预期的那个使用量这样子。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 Claude 就是像我之前 Gemini 的那个感受，就是我可以感觉到，诶，有一些很简单的任务，但是他开始都无法完成，或者是他做不到，或者是他变笨了，或者是他一直遇到一些很奇怪的 bug，比如说明明是在跑到一半，突然间他跟我说，诶 error，或者是他突然跟我说这个东西他做不到，然后我需要不断的点 refresh 或者不断的重新输入，或者是有时候可以感觉到他的那个 loading 的速度非常缓慢，或者是有时候可以感觉到他的那个思考没有以前来的那么的精细，就是有很多的东西是没有考量到就回答我了。这是我最近对于 Claude 的一整个的感受。那其实从官方的角度也有可以看到几个事情正在发生。首先呢 ，Claude 现在其实更新的幅度真的是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更新，它一直会不断的 update 一些新的功能。那同时间，它其实也有不断的宣布一些新的一些限制。首先，它在之前可能是想要做一个比较强的一个 marketing 力度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呢，它是有给大家一个双倍使用量的一个特别的一个限时活动。所以那个时候呢，真的是有很多人可能是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双倍使用量，然后突然间呢，它现在把这个双倍使用量取消之外呢，它还同时间降低所有人的这个使用量，就是它直接发出了一个公告，就是因为最近有可能欧美的人使用太多呢，所以他们会在欧美人一般上工作的这个时间呢，也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想象的9点到5点的这个时间呢，你的使用量会非常快的去 hit 到你的 limit， 所以它降低了大家在这个时间能够使用到的这整个使用量。但是呢，它鼓励你做的事情是你可以在可能晚上的时间去使用更多，因为晚上它的限制会比较少，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他们整个的一个尖峰时段。也就是说呢，他们发现到这尖峰时段他们没办法 support 那么多庞大的一个用户量，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实行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就是之前本来是双倍的使用量，现在变回原本的使用量还要更少，而且少的那个幅度呢是大家非常有感的，就是很多人订阅可能$20的这个方案呢，他可能是连一个任务都没有跑完就直接到达了他当天的这个 limit， 或者是他那4个小时的 limit， 他必须再等4个小时或者等到晚上去使用。但还好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亚洲有一个优势，就是因为我们跟欧美人他们的工作时间刚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他们睡觉的时间刚好是我们工作的时间，然后他们工作的时间刚好是我们在休息的时间，所以基本上目前只 Claude 的整个伺服器的尖峰时段呢，刚好就出现在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所以就非常刚好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刚好是整个 data center 最不繁忙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身为亚洲人或者是身为马来西亚人呢，我们在工作的时间9点到5点的时候，我们去使用 Claude 呢，就会感觉到它的整个使用量是还可以接受的，但是也可以感觉到$20已经完全不够了。就是我其实也在前个星期就已经直接升级到了$100，因为第一个点当然是因为它给我的结果实在是太好了，第二个点就真的是因为这个使用量我自己也觉得不够，而且那个时候是还在双倍使用量的一个时间点，就是甚至还没有到它调整之后。那同时间呢，他们最近也直接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更新呢，就是他们会直接禁止 OpenClaw 或者是第三方工具这样子去使用他们的这个 subscription 的模式去使用他们的 AI。基本上呢，就是之前的模式是，就是很多人在建立自己的小龙虾 OpenClaw 的时候呢，他们会去透过一个方式能够去绑定去使用 Claude 的一个 AI 的 subscription。那基本上像这样子的一个AI 的一个订阅服务呢，它做的方式就比较像是吃到饱的一个形式，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我给了$20，或者我给了$100，我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使用量，在我使用到这个使用量之前呢，我都是属于$20跟$100的。然后同时间呢，因为它为了鼓励大家去使用呢，其实基本上如果你是付费到$200的这个程度呢，它给你的使用量是多了20倍的。这个是经过了 Cursor 的团队亲自验证过的，就是他们之前有觉得这样子的竞争非常不公平，因为今天如果他们去订阅 Cursor，他们拿到的这个使用量跟他们去订阅 Claude 拿到的使用量差别太大了，因为 Claude 自己本身就是原厂，它能够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一个使用量，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订阅到$200呢，可能你拿到的那个使用量呢，可以是到达$2000或者更多的一个使用量。所以就变成 OpenClaw 很多人就发现到这个状况呢，他们就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就让他们能够用$200去换他们本来可能需要支付超过$200，甚至可能到达$2000才能够使用到的这个使用量。但是呢，现在Claude 呢就直接明文的规定了，他们会直接禁止这些行为，他们已经正式的禁止了所有第三方服务呢去使用他们的这个 subscription。如果你的 OpenClaw 呢想要使用 Claude 的 AI 呢，你就必须使用token的方式或者是 API 的方式呢，去根据你的使用量去付费，基本上就是你使用多少就付费多少，你不再是吃到饱的这个模式了。那基本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概念，就是 OpenClaw 已经变成是一个极度的消耗算力的一个东西，加上目前为止 Claude 又是里面做的最好但是最贵的一个模型。
所以如果突然间这样子的一个 subscription 被禁止之后呢，你可以想象大家的使用量会变得非常的庞大，所以一定会有很多人突然间发现到它的成本变得非常高，所以他们就只能够被迫去订阅更贵的选择，或者是他们只能够转去用一些其他可能没有这样好用，但是比较便宜的一些模型。那基本上现在发生的一个状况呢，就是整个 social media 都是一片负面的声音啦，就是大家都是极度的在抱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同时间也很多人有威胁，或者是他真的是转去用了别的 AI，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其实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是因为 Claude 的这个产品真的很强，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找到一个代替品很难，所以大家只能够透过抱怨来发声。那基本上现在发生的状况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跟你在工作的同事，突然间他有一天开始变得非常的差劲，他的表现突然间下降了非常大的幅度，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嘛，本来我是可以在开会之前给他一个任务，然后10分钟过后他就会做好了，但是呢，现在的状况是，10分钟后他没有做好，然后我可能在开会的中间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改它，不断地去调整它，才能够把任务给完成，他就让我必须付出更多的心力。重点是我之前已经依赖了他的这一个程度，突然间他做不到的时候，他其实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恼火，非常的困扰。所以这个是第一种困扰。那第二个更加严重的东西是，假设我今天把我的 limit 用完了，但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然后我的上级正在等待我交代我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就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就是我必须要去选择我是否要 top up。去完成这个工作，还是我要等到明天？那我到底应该如何去跟我的上级去报告呢？我是跟他报告说，诶，我的 AI 今天用完 limit 了，所以我无法完成工作。这个东西是合理的吗？这个东西是可以被接受的吗？这些都是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去探讨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会发现到今天没有了这样子的 AI，我的工作能力的效率呢会大幅度的降低，或者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去自己去写 coding 了，突然间他今天 hit 到 limit 之后呢，他被迫自己要去写 coding，他可能需要花更多的小时去完成以前一个可能10分钟就能够完成的东西，然后呢，他带来的结果是一样的，他需要花费更多的心力、更多的时间去做一样的事情。接下来算力会是我们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如果我缺少了这样子的一个 AI 算力呢，其实我可以感觉到我在工作中我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焦虑。那基本上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全球的这个算力设施是完全跟不上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 data center 建设的速度或者是电力厂的建设的速度不够快，所以导致它没有办法提供那么多的算力，所以当一下子有太多庞大的一个需求进来的时候呢，它就必须去做选择。那如果是你会怎么样去做选择？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AI 大厂，有这么多人急着把钱付给你，但是他们用不到。这个时候，你就会面对一个僧多粥少的一个状况，就是，诶，我到底现在要做的东西是，我要停止新用户付费吗？我要停止大家 top up 吗？还是说，我要去把所有人的能够使用量都一起降低，让全部人都能够使用呢？就很像和尚在分粥的时候，今天有太多的和尚的时候，那每个人就吃半碗就好，我们不要吃一碗了，我们吃半碗就好。所以我今天就调整了我的模型的思考时间，比如说之前可能需要去思考10轮，做10轮的这个检查才会给我的一个任务，现在我可能只让他可能思考了5轮，或者是只做了这样子局部的检查，就直接把答案给吐出来了。这个会很大程度影响 AI 出现的这个结果的这个品质。那如果这个结果的品质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那就还好。但如果今天大家无法接受的时候呢，就会导致这样子的一片骂声，就是大家对于你的所有的 limit 这么快到，给出来的结果非常的有问题，然后又可以感觉到这个 AI 在偷懒，就会延伸非常多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形象啦。所以就是因为一个产品很好，它一下子爆火之后呢，有很多样的人，因为它的口碑很好，有很多样的人一下子进来，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因为又无法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压力，导致你所有的服务品质降低了，变成你又有产生了很多负面的评论，那这些负面的形象、负面的口碑呢，又会让你失去了很多用户，同时间也为你的竞争对手带来了更多的一些机会。那这个就是之前谷歌和 ChatGPT 之前都遇到过的问题。那一开始是 OpenAI ChatGPT 先火了，大家那时候都有一个心智的一个地位，就是大家会觉得AI 就等于 ChatGPT，ChatGPT 就是带领大家去做 AI 的事情的，所以尤其是在 ChatGPT 4O 的时候呢，真的是到达最多人去使用的一个状况，就是大家都觉得4O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型，所以等到 ChatGPT 发现到这个状况，他们就在5的时候开始去调整，结果调整的非常非常的差劲，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引来一片非常负面的口碑。然后这个时候呢，
Gemini 3就发布了，然后 Gemini 3就直接代替了 ChatGPT 5。那 Gemini 3呢，就再次让大家感受到了原来 AI 可以这么样的强。所以这个时候呢，Gemini 3又遇到同样的困境，有太多人转去使用 Gemini 之后呢，那 Gemini 也是无法应对如此庞大的一个算力，所以它必须有优先顺序。所以对于普通用户方面呢，我就可以感觉到 Gemini 也是那个时候变得非常的笨。然后很多的东西可能做的限制也会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到了 Claude，所以我可以感觉到这就像是一个风水轮流转，就是全球最顶尖的3个 AI 公司呢，他们都遇到了同样的事情，推出一个好产品，太多的用户暴涨，然后自己无法应对这样子的一个用户暴涨的需求量，导致出现负面的一个评论。所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的难。那希望这个局势可以被改进，或者是有竞争对手能够推出类似的一个产品，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选择。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整个社会最好的一个结果。不像今天的情况是，我发现到 Claude 的这个功能呢，目前只有 Claude 可以做到，其他人可能做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即使 Claude 不能用 ，Claude 不好用，或者是必须 top up，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我今天换回 Gemini，我会发现到，诶，我现在做的事情 Gemini 可能只能够做到68%，那他没有办法完整的做到，我就需要花费更多的心力去做，所以我就会倾向那还是不换了，我就直接去 top up 我的这个，让我看一下是不是 Claude 可以去做这个事情。那如果太多人都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就会导致 Claude 有这样子的一个主控权，它能够去提高它自己产品的售价，能够提高它整个 AI 的一个定价。那其实也会非常的危险的进入一个非常垄断的一个地步了。那我觉得目前是对大家最好的一个局势呢，就是呢，其实现在这些 AI 厂商都是非常非常的竞争的，就只要你们做的稍微不好呢，另外一个 AI 的厂商就会立刻的崛起，所以这个是目前还不需要担心的，因为所有的经济、所有的投资呢，都一直在往 AI 这个方向去前进啦。所以尤其是在这头部的这3间 AI 公司呢，他们推出来的产品肯定是会一个比一个更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都可以不断去期待的一个事情。但是在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怎么去面对呢？我自己的一些想法。首先呢，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会把所有的任务都优先去做，对我来说更加重要或者是可以赚钱的一些任务。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做的这个工作，或者是你今天要 AI 帮你做的这个任务呢，它是具有比较多的经济效益，或者是它是具有比较多的可以帮你省比较多钱，或者可以帮你赚比较多钱，或者可以提供你很多的效率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资格，或者有更加的值得你优先去把它完成。那今天如果真的遇到 limit 不够的时候呢，你也会比较容易去衡量我是否要马上去 top up，因为它可能对我来说很重要，它就值得我马上去 top up。如果你今天把很多的事情都只是在解决你一个比较小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像我自己，我真的是让 AI 帮我去优化了我的整个的可能生活体验，或者是我的工作的体验，但是其实这整个工作体验并没有帮我真正的带来更多的收入，或者是帮我节省了更多的开销，那就会发现到一个状况是，它消耗太多 token 的时候，遇到 limit 的时候，你就会非常难抉择，我到底是要 top up，或者是我还要忍痛。那你如果忍痛的话，你就会感受到极大的一个痛苦，就是你需要等到可能4个小时后，或者是明天，或者是下个星期，你才能够恢复的使用。然后每一天都处在这样子的一个 AI 焦虑或者是算力焦虑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它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我觉得当遇到这样子的紧急状况的时候，你必须能够区分好到底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是更加重要的。那再来第二个东西是我们必须更加合理，就是分配我们的这个使用 AI 的一个时间，这个是目前为止唯一可以做的东西啦。也就是说，我可能是，我可能前面4个小时先做重要的任务，后面4个小时才做其他任务。我必须把我的工作时间给拆开，去迎合 AI 的这些低谷的时段，让我有更加多的一些 token 去使用。这个是可能一些比较极致的一些省钱的方式。那当然，其实另外一个更加好的做法，当然去寻求一些替代的方案啦。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每个人手上都需要一些替代的方案。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有的选择，第一个就是 Perplexity Computer，我自己觉得它其实做出来的东西也是蛮好的，而且呢，它有几个跟 Claude 完全不同的一个优势，包括它是能够完全在互联网上面进行，完全不需要你的电脑时时刻刻都开着的。但同时间，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有订阅 Perplexity 啦，就是我订阅 Perplexity 之后呢，它有这个功能一起，所以就会让我觉得我永远有一个替代方案可以去使用。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考虑看看，就是 Manus 也似乎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就是我对于目前为止状况的一些想法。那我自己对于整件事情的一个总结呢，就是我发现到我们真的是进入了算力决定工作的这个时代了。以前我们会看的是你有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那现在除了我们看你的能力、看你的品格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看你有多少的算力可以去使用。在未来呢，所有的工作都非常的依赖这样子的一个算力，你只有了足够的算力，才能够更好的完成你的工作。如果今天你被分配到的算力不足够的时候呢，你基本上你的工作效率也会大大的扣分，同时间也会让你这整个人才的价值也会大幅度的缩水。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状况，就是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进展，但我觉得它就是未来一个最大的一个趋势。那另外呢，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人类的适应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如果我在看回可能1年前或者2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哇，ChatGPT 3我就已经觉得 ChatGPT 3或者 ChatGPT 4o 就是一个最好的产品。那个时候它每次出来的时候，每次有一个新模型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完全的颠覆我了。都已经完全的让我觉得这一个就是最好的时代，有了这个 AI，我就可以做更多的一个工作。但是今天呢，我来到了2026年的当下呢，当我在使用这样子的 AI agent 的时候呢，我已经完全的被养坏了胃口，就是我已经觉得这样子的 AI 才是一个正常的输出。当这个 AI 今天变笨了一点点，我都会感觉到它变笨了。当今天回去再用一些普通的 AI 模型再去做聊天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诶，为什么它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么少？为什么它的功能？为什么它的智商？为什么它能够帮我完成的那个任务是变得那么的少？我会开始去嫌弃这样子的一个 AI 产品。这些东西都是我在1年前，甚至可能6个月之前都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就是 AI 的一个发展。那同时间，它也直接说明了人类对于世界的发展、对于科技的发展的这个适应能力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总结。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